假设你是一家大公司的 CEO， 手底下的部门天天互相扯皮，高管们为了抢地盘明争暗斗，连买包 A4 纸都要走半个月的审批流程。而此时此刻，大门外正站着一个拿着砍刀、效率极高、准备随时把你们吞并的竞争对手。你怎么才能在不开除任何人、不破坏公司规章制度的前提下，让这群习惯了内耗的员工瞬间变成指哪打哪的狼群？众所周知，一家大公司要搞大清洗很简单，只需要手起刀落砍就完了。但在管理维度上，它是最懒惰、最低级、最野蛮的手段，动不动就要为了公司牺牲这的牺牲那的。要你这个 CEO 有何用？靠炒鱿鱼来解决反对派，那叫屠夫，把一群野心勃勃、互相看不顺眼的猛兽全留在笼子里，还能让他们不流一滴血的为你拉车，这才是真正的管理。1939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面临着这么个难题。此时美国的对手是大洋彼岸的法西斯，而法西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用那种最野蛮的管理手段，说让谁牺牲就牺牲，因此管理起来非常容易上手。就算你是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只要你够狠，你来你也行。更何况此时罗斯福的对手希特勒还上过中学，而且还很会演讲，因此破坏力十分惊人。而另一边的罗斯福天天在国会里，除了吵架就是在吵架的路上，总之谁也不服谁，各种政策要推行极其困难。在希特勒眼里，美国就是一个外表肥胖、内部溃烂的笑话。美国刚刚从大萧条的泥潭里爬出来，工人动不动就停工，资本家为了利润锱铢必较，简直一盘散沙。于是，当时德国2号人物、帝国元帅格林就曾抛出一句话：美国人会造什么？他们只会造电冰箱和剃须刀。然而，仅仅4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将美国的底层代码都给改写了。1939年，欧洲的子弹还在大洋彼岸乱飞，彼时的美国大萧条的余威还在，新政的药效也快见底了。国会山上的那帮政客天天像防贼一样盯着这个坐在轮椅上的总统，生怕他大权独揽，变成美利坚的乔治3世。而罗斯福此时的小心思，正所谓古语有云：罗斯福之心，路人皆知。罗斯福觉得，既然正面硬刚不行，那就搞点微操。1939年9月8日，也就是欧洲战火点燃仅仅7天之后，罗斯福便迫不及待地清了清嗓子，向全国发表演说。哎呀，大洋彼岸太乱了，为了保护美利坚的安全，咱们得防患于未然。我宣布全国进入有限紧急状态。请注意有限这个词，如果他宣布全面紧急状态，国会里那帮天天喊着绝不卷入战争的孤立主义者非得当场掀桌子不可。但加了有限这2个字，性质就全变了。它听起来就像是一场普通的社区消防演习，十分克制，人畜无害，充分照顾了议员们的脆弱神经。但是有限这个词在罗斯福的字典里就是无限的可能性。他靠这个有限紧急状态，把原本属于财政部的预算权直接连盆端走，改成了总统直属机构。在1939年之前，预算局在财政部里其实就像个大公司的基础会计科，每天的工作就是算算账，汇总一下表格，在资源分配上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话语权。罗斯福深知，想把战时的绝对权力抓到自己手里，光靠发号施令是不够的，必须卡住国家机器运转的咽喉，就是经费和审批，而这个都在国会这群议员手里。明抢肯定是不行，必须要微操，而罗斯福就微微操作了3步。第一，极为聪明地找来了一批顶尖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专家，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这帮学者经过一通煞有介事的调研，给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内容洋洋洒洒数千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翻译过来就是，总统要管的战争事务太多了，现有的体制太僵化，必须给他配备专门的直属管理工具。借着这份权威报告的背书，以及欧洲战火逼近的外部高压，罗斯福成功逼国会通过了政府重组法案。在罗斯福颁布全国有限紧急状态宣言的时候，他就把原属财政部的预算局改为总统直属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向总统汇报政府各部门活动的进展，并可前往各部门和各个战场为总统收集准确材料，使总统了解经费使用的前因后果及规模。这段看似平淡的公文描述背后是极大的权力，名为审查权。罗斯福的操作不仅把管钱的账房先生变成了自己的贴身家丁，还给家丁发了一把尚方宝剑。根据新规，以后不管是哪个部门想向国会要钱，都必须先过预算局这一关，扼住了国家机器的财务咽喉。这局棋，罗斯福在正式上桌前就已经赢了一半，因为国会能制衡总统的主要手段就是卡预算，现在是被罗斯福反卡。紧接着，珍珠港上空落下的炸弹，顺手帮他把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嘴给彻底堵上了。时局骤变，罗斯福火速去后台换了个马甲，一夜之间，他不再是那个天天对着失业率愁眉苦脸的新政老中医，而是闪亮登场、满血复活的罗师傅。以前开会大家都客客气气叫总统阁下，现在不行了，他理直气壮地暗示大家格局打开，以后请叫我三军统帅。当上三军统帅是一回事，能不能绝对掌控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则是另一回事。1941年1月7日，美国还没正式参战，罗斯福就先成立了一个生产管理局。他找来了当时企业界的大佬威廉·努森当主管。努森干得非常卖力，业绩无可挑剔，每天经手的都是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军工大单。但罗斯福很快发现努森声望太高了，这就碰到了他权力的逆鳞，怎么办？1942年1月16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仅仅1个月后，罗斯福大笔一挥，直接在努森的头顶上又架设了一个名为战时生产局的最高机构，并找来了另一个狠人唐纳德·纳尔逊当局长。
这等于直接剥夺了努森的最高指挥权。努森一看这架势，气得当场就要掀桌子。这时候罗斯福那套极其丝滑的直上太极拳展现的龙飞凤舞。面对要辞职的努森，他既没发火也没退让，而是把他请到了白宫共进午餐。在饭桌上，罗斯福对努森的业绩报表疯狂点赞，但对职权划分绝口不提。就在午餐快结束，努森被夸得晕头转向时，罗斯福反手掏出一套美军制服，直接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授予了这位商界巨头陆军中将的军衔。这招精神按摩加头衔盖顶，直接把努森打懵了。一顿饭吃完，这位原本要去辞职的大佬高高兴兴地穿着中将制服回去上班了，不仅咽下了被架空的闷气，还乖乖接受了在原来机构里降级使用的现实。但罗斯福对于权力的渴望远远不止于此。1942年10月3日，仅仅9个月后，罗斯福故技重施，他在纳尔逊，也就是当初挤走努森的那位新局长的头顶上，又成立了一个经济稳定局，直接指派最高法院法官贝尔纳斯去管辖他。1941年1月到1942年10月，短短1年零9个月，罗斯福连续给军工生产系统加盖了3层屋顶。这种刻意制造的职权严重重叠的机构设置，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极大的内耗。每天都有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为了一批钢材的调拨权，一个工厂的审批印章，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吵得面红耳赤。连罗斯福麾下的预算局长哈罗德·史密斯都忍不住吐槽，总统简直是个反复无常的行政长官。但如果连你也觉得罗斯福是胡乱指挥，那你就真的没有看懂权力的底层逻辑。他是要用结构性冗余换取权力的绝对向心力。罗斯福太懂人性，如果在战时建立一个严密、高效、大权独揽的单一机构，那个一把手很快就会在海量的订单中积攒出足以威胁总统宝座的资本。罗斯福绝不允许华盛顿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所以他故意把权力撕成碎片，分给性格迥异、政见不合的人。当这几个大佬为了一批物资互不相让，谁也干不掉谁的时候，这盘死局怎么解？只有一个办法，所有人排着队去白宫找那个坐在轮椅上永远笑眯眯的总统做最终裁决。不过政客虽然好拿捏，但真正在前线握着枪杆子的军头们可没那么容易乖乖听话。马歇尔、阿诺德、欧内斯特金，还有远东那个骄纵自负的麦克阿瑟，这些人手里捏着的是百万重兵和毁天灭地的舰队，每个人都是心高气傲的猛兽。如果让他们垄断了战争的话语权，总统就会沦为盖章的机器。1942年2月，在美国正式参战2个月后，罗斯福成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表面上看这是放奖给军方，让他们统筹海陆空三军。但紧接着在1942年7月，罗斯福任命自己的绝对亲信威廉·里海海军上将出任总司令的参谋长。里海的角色说白了就是代表总统天天去参联会开会的最高监军。更有意思的是，在整个二战期间，参联会的职责权限从来没有被明文规定过。里海在回忆录里写道，没有明文规定，这就使得这一组织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种变更往往同总统的想法有关。军头们在前方拼杀，而罗斯福在白宫2楼设了一个警戒森严的地图室，为了方便他坐在轮椅上查看，所有全球战区地图都挂得很低。罗斯福就在这间屋子里把军头们的技术性建议拿来参考，然后通过里海越过国会，直接把调兵指令发往世界各地。枪杆子握紧了，但这还不够。真正体现罗斯福管理能力的是他对于美国底层的极限心理微操。战争是个碎钞机，几乎所有的战争基本都是从底层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很多人觉得来了这么多军工订单，美国的老百姓不应该猛猛的赚钱吗？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把二战时的美国想象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美利坚大村，村里有100个青壮年，每天种地、养猪、造家具。到了年底，村里产出了100头猪和100张床，发了100块钱在市面上流通。这时候的物价很稳定，1块钱能买1头猪或者1张床，大家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东西是实在的。突然隔壁村打过来了，村长罗斯福一拍桌子，不种地了，全都给我去造大炮。为了鼓励大家造大炮，村长疯狂开动印钞机，印了900块钱作为军工订单发给村民。村民们一看，哇，以前1年才赚1块钱，现在造大炮1年能赚10块钱，每个人的工资瞬间翻了10倍，失业率下降。大家看着口袋里厚厚的钞票，觉得自己猛猛赚到了钱，做梦都能笑醒。到了年底，拿着10块钱巨款的村民兴冲冲地跑到市场上去买猪肉、买新床，结果到了市场一看，全都傻眼了。为什么？因为这1年全村100个劳动力全都在造大炮，根本没几个人去养猪、打家具。年底的市场里只有可怜的10头猪和10张床，但全村人手里却攥着整整1000块钱。于是最冷酷的经济学规律通货膨胀降临了，一头猪的价格瞬间从1块钱暴涨到了100块钱。你辛辛苦苦在军工厂抡了1年大锤，流了无数汗水，你创造的那些劳动价值去哪儿了？答案是变成了前线的一门大炮，然后轰的一声，在欧洲的战场上炸成了灰。因此生产力与生产方向才是财富，钞票的数额都是你的幻觉。在和平年代，你工作赚钱，创造的是消费品，你赚到的钱能买回这些东西，你的生活水平是提高的。但在战争年代，你工作赚钱，创造的是军工品。福特汽车厂不再生产小轿车，通用电气不再生产电冰箱，你拿到的工资翻倍了，但市面上能供你买的生活物资却减少了一半。罗斯福用一堆印出来的纸换走了你真实的体力和劳动，这就是最隐蔽、最狠毒的税。那么罗斯福所要面对的问题来了，怎么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填补国库，同时还不让他们造反呢？罗斯福接下来的操作简直是大师级的群体心理学实战。
第一步是强制分配。1942年1月，罗斯福推动国会通过物价控制紧急法令，但这还压不住物价。于是到了1943年4月8日，罗斯福下达了美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坚守阵地命令，对全美95%的食品实行定量配给。一时间，从汽油、食糖、咖啡到老百姓日常用的发夹、痰盂、尿布，全面脱销，直接按最低生存线给美国老百姓强制分配，只要死不去就行。打个比方，你今天需要吃3块牛排，但因为牛全被宰了，送去前线当军粮了，全村只剩下一小块碎牛肉。如果放任自由市场，富人会花1万块钱把肉买走，穷人只能饿死造反。所以罗斯福强行把肉锁进保险柜，不管你有多大的需求，也不管你手里有多少钱，每人只发2两肉末。第二步就是高位的道德绑架，老百姓连发夹都买不到，怨气冲天怎么办？罗斯福开始带头在白宫吃着极不讲究的粗茶淡饭，硬是把白宫变成了一个清汤寡水的地方。同时他在炉边谈话里给同胞们做心理按摩，把排队买不到肉的苦闷升华为为了文明必须付出的流血代价。第三步是更猛，当群体的匮乏感和爱国心被同时吊到顶点时，罗斯福抛出了那个最终的镰刀——战时公债。为了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掏钱，财政部在街头挂出了极具视觉感的海报，上面配着一句极其诛心的文案，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你把钱都借了出去吗？在当年的公债推销狂潮中，还有一张视觉冲击力极强的海报，画面正是一个头部缠满渗血绷带，眼神空洞但死死盯着你的美军重伤士兵，而他配的文案是：你尽力了吗，兄弟？现在闭上眼睛，把自己带入1943年的那个冬天。你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底层工人，你在军工厂里没日没夜地抡了整整1个星期的铁锤，拿到了比战前高出2倍的丰厚薪水，但你现在心情极度暴躁，因为天气冷得刺骨，而你兜里揣着大把花花绿绿的美元，却在空荡荡的超市里，连半磅食糖、1块黄油，甚至给刚出生的孩子买块新尿布都买不到。你缩着脖子，裹紧破旧的大衣走出商店，心里正准备痛骂该死的战争和糟糕的罗斯福。就在这时，你一抬头看到了街角巨幅广告牌上的那张海报，画面上是一个前线的美军士兵，他的头部缠满厚厚的绷带，鲜血正大片大片地渗出来，他眼眶深陷，正死死地盯着屏幕外的你。而在那张带血的面孔旁边，赫然写着一句标语：兄弟，你尽力了吗？此时此刻，站在华盛顿街头的你，突然觉得自己刚才因为买不到糖而产生的抱怨，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你突然觉得自己口袋里那些因为造大炮而赚来的美元，烫得有些发痛。在那种直击灵魂的负罪感和道德降维打击下，乖乖地走到街角的公债销售点，排着长队，心甘情愿地掏空口袋里最后一根钢镚，甚至还要对着罗斯福的画像说一声谢谢。就这么个微操，威力极大。在刺骨的寒风中，美国老百姓竖起大衣领子，排着长队等候公债销售点开门。他们掏空了家底，买下了高达1500亿美元的战时公债。这不仅解决了战争的经费，抽干了引发通胀的游资，更可怕的是，这1500亿的沉没成本，把全美国人民与罗斯福的战车死死地焊在了一起。这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真正令人毛骨悚然之处。他没有用刺刀去对付自己的国民，而是用一套眼花缭乱的手腕，把华盛顿的政客玩弄于股掌，用一场极限的物资断供和几张直击人性的海报，把全美国老百姓的钱包和灵魂一起掏空，填进了那台名为二战的碎钞机里。罗斯福用这套手腕交出了一份极其恐怖的成绩单，曾经逼得全美国人排队领救济汤的失业率被几乎清零，大萧条时期910亿美元的 GDP 被生生暴拉到了史无前例的2150亿美元。用这1500亿公债和全美国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钱，美利坚的战争机器硬生生吐出了29.9万架飞机、7.2万艘舰艇和8.6万辆坦克。这些冰冷的钢铁不仅把法西斯砸成了齑粉，也砸出了一个令全世界胆寒的超级帝国。罗斯福在1943年坦率地向国会承认，第一次处理这样大的事情，总需要一个试验摸索的过程，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我们取得了经验。情况表明正是如此，战时体制在经历了开头2年在所难免的某些被动、凌乱和浪费之后，渐入佳境，几乎没有了一丝希特勒所嘲笑的没落而效率低的美国。These Republican leaders have not been content with attacks on me, or on my wife, or on my son. No, not content with that. Say goodbye, and all the goodbye, say